王爷，您派往金阳城的人今晚便到，送往景大人手上的调度信也最快今晚便到。难民里面的滞留商人可统计出来了？已经在办了，等到分清楚了人，到时候安顿难民，就把这部分人单独划分出来。太子此番去江南，恐怕会和金阳城的官员沆瀣一气。金阳城的地方官和工部勾结之处颇多，至少是在金南堤的事情上，绝对有勾结贪腐。太子去江南，应该是想收纳党羽，而非整治官场。那他应该会带上锦雀。之前太子带走的官妓，属下派人和费大人核对过了，就是锦雀。王爷，此女可要斩杀，她可是会帮助太子拿下江南官场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就说这女人要杀吧，留着就是碍事儿。越是好看的女人呢，越是碍事儿。有道理，屁之有理。不是，这怎么有点夫唱妇随的味道了？父王，锦雀的身份有问题。父王，名为锦雀的女子，似乎是5年前被杀的城防军首领袁锦之女。锦雀的身份，孩儿目前只查到一种证据，尚未复核。禀报王爷，出大事了。说1刻钟前，东宫遇刺，太子被侍妾用利刃去世。看来不必复核了，锦雀就是袁雀。大公子说的袁锦，可是从东南山一带迁徙到京城来的。没错，白市长认识。当初属下还在兵部任职时，袁锦是属下的百户长。袁锦是你的人？是属下的人。那就安排人把他女儿救回来，即便已经死了，也要把尸首抢回来。是。白姬大步出去安排。东宫那边太子晕厥尚未醒来，是太子妃在处理御赐事宜。此刻太子妃正在东宫动私刑，似乎是要将锦雀折磨致死。暗卫司，属下在。去一个人把锦雀带回来，要求熟悉东宫地形，体力好，轻功好，身上没有别的任务。谁去？不是，真的不能直接杀了吗？虽然248封逼逼赖赖的，但是接了白市长把人活着带回来的任务之后，248封还是闪身消失了。王爷，宫里的消息是皇上欲派3皇子下江南。老三那个草包，混吃等死还行，趁灾。他不行，还是本王亲自去吧。但皇命不可违呀。叶团团那个小东西可回来了？小郡主此刻还在宫里。那就派人告诉他，就说若是他三叔去江南了，那他就去不成了。管管，三叔是要去江南吗？是的，小郡主，皇上已经派人去请3皇子了。如果三叔去了江南，那是不是爹爹就去不成了呀？是的，小郡主。那如果爹爹去不成江南，那团团也就去不成了呀。应当是的。为什么不能让爹爹去呢？因为皇命难违呀。小郡主，皇上一旦做了决定，就不容易更改。皇爷爷不容易改，那能改三叔吗？小郡主，这是何意呀？团团，可不可以把三叔的腿打断呢？这样三叔就去不成江南了哦。爹爹就可以带团团去江南了哦。何人在此？老奴给3皇子问安了。周总管多礼。三叔你好呀。2刻钟之后，宫里传来消息，说3皇子突发头疾，需要卧床休息，所以3皇子主动放弃去江南赈灾的机会。消息很快便传到了九王府。你怎么你三叔了？给他吓成这样。团团没有怎么三叔哦，团团今天还有礼貌的和三叔打招呼哦。嗨，
真羡慕三皇子，我们今天都还没得到小郡主的正式打招呼呢。就是，真没有，本王不信。团团今天和黄爷爷在御书房，然后再然后1刻钟过去了，他都还在说皇上头上的鸡毛丑不拉几的问题。说你见到你三叔的时候，你怎么你三叔了？给他吓成这样。团团才刚问完能不能把三叔的腿推打断，然后就看到了三叔哦。你就说咱们郡主牛不牛吧？原来是威胁。不是威胁哦，团团是认真的哦。小郡主真诚实，真不愧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小乖乖呀。九王爷正惊异于小女儿的土匪行为，然后宣旨的公公就来了。儿臣接旨。白姬拿了一包碎银子，打算送宣旨公公出去，可是公公并不走。公公可还有什么事情？皇上还有口谕给小郡主。是什么呀？初7是上书房开学的日子，你父王此去江南，几天定回不来，所以朕决定你就不要跟着去了，留在京城念书。那怎么行？我们家仔仔是要去江南做任务的。那公公见小郡主答应了，于是躬身告退。可是刚走到门口，就被多塞了一包银子。白市长，您刚才已经给过赏钱了。无妨，还请公公多担待。谁把裤衩子放进来了？是不是想干架呀？真以为老实人没脾气是不是？而且这裤衩子都已经破了5个洞了，能不能直接扔了？还补什么补啊？你们能不能讲点卫生？这都是洗过的，不是脏的，可能就是收衣服的时候给混到了破衣服里，而且这尺寸一看就是小峰的。小峰最近不是嚷嚷着要减肥吗？他为了增加运动量，还一个人接2个人任务，所以说他这个月的月钱也是拿双倍啊。安卫司的双倍月钱，那可是别的兵营的兵1年收入了。都这么有钱了，他大红色的裤衩子破5个洞都舍不得换。你说小峰是不是不会花钱呢？他要是实在不会花钱，能不能找个媳妇儿帮他花呀？C 哥竟然觉得小峰找得到媳妇儿，滤镜是不是开得有点大呀？对，小峰这种死直男是找不到媳妇儿的。小峰完了，连老实人都知道他是个死直男了。阿爹，女儿替你报仇了，纵使是死，纵使是受尽万般折磨，女儿也甘之如饴。太子妃看到锦雀脸上的笑，顿时怒火中烧，夺过太监手上的鞭子，亲自上手，啪啪连续2鞭子之后，太子妃可是没吃饭不对，现在应该是废太子妃了。不得不说呀，这娘们找死的功力还挺强。娘娘，您消消气，她这么说就是一心求死，死了便不疼了。想死是吧？本宫偏不如你意。你这贱人，不是会勾引太子吗？不是床上功夫了得吗？哼哼，来人，把他衣服扒了，再去叫10个侍卫进来。本宫今日赏他们。今夜，本宫要看他一刻不停地伺候男人，若有半分停顿，便是共犯。不，你有本事就杀了我！小峰动作很快，并且丝毫不恋战，砍断锦雀身上的锁链之后，学着二爷扛小郡主的动作，将锦雀当成一条抹布，朝着肩膀上一甩。就这点伤就站不稳了？瞧瞧，我就说小峰这辈子都娶不到媳妇儿吧。是你。这娘们儿把我胖哥认出来了。我去，那不行啊！作为一个暗卫，若是轻易被人认出来，那绝对是缺点。
住嘴！哎，他是真的没药医了。没药医的小风将锦雀扛回了九王府的后院。锦雀多谢王爷大救之恩，对于尹足谦和江南官场的联系，锦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哼，好个聪慧的女子，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儿。不过王爷救人从来不是为了利益。咕咕鸡呀，你真的不能再给一个蛋的吗？呀！明日你跟着王府的队伍一起出城，出了城你便自由了。九王府并不是收容所。我自幼在江南求学，又跟在尹足谦身边5载，若王爷要下江南倾倒，我能提供信息。九王府没有利用女人的规矩，而且也不是谁都能进九王府。一会儿会有人给你拎热水过来，你自己上药，明日一早便出城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姐看上小风了？她看咱胖哥的眼神就跟小厮看牛肉干一样，恨不得一口吞。我不同意这么婚事。啊，咋的了？小风是 C 哥的。金小金就被踹了下去，堪称老实人翻身的历史性一脚。咕咕鸡呀！你真的不能再给一个蛋的吗？呀！我靠，小四爷速度又变快了，还好我刚才没眨眼，不然看都看不清四爷是怎么闪过去的。他天天吃素菜也能进步，那胖哥我是不是要调整下饮食结构啊？得了吧，小四进步快又不是因为吃素，那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小四爷是咱小郡主的亲弟弟，血脉优势，懂了吗？那我也是小郡主的亲暗卫。暗卫倒是暗卫，至于轻不轻的，你200多斤，你轻个屁呀！房顶上正在踹人，后院里咱家乖乖小郡主正蹲在被堵住的咕咕鸡面前。咕咕鸡，团团明天早上想吃牛肉面卧蛋，可是家里没有蛋的了，你能不能再下一个蛋蛋？就一个，团团保证只要一个，大不了明天早上团团和张可可一人吃半个。团团保证只要一个，大不了明天早上团团和张可可一人吃半个。咕咕鸡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团团听不懂呀。呀，张可可怎么突然长这么高了？啊，不对，是个新女孩子哦。你是谁呀？怎么在团团家里？为什么还穿着小风的衣服呀？我操，小郡主竟然认识小风的衣服，怎么小郡主就单认识小风的？哎呀，不行，我们算了。袖子那边有一个大洞洞，那是小四咬的哦。民女叫锦雀，今日是在王府借宿一宿。民女的衣服被撕坏了，所以暂时穿着小风的衣袍。原来她叫小风。我们女孩子要穿花花裙子才好看哦，你要穿吗？团团给你一条。12呀，12，一团团的花花裙子可以给她穿吗？小郡主的裙子太小了，她穿不上。那张可可的呢？张可可比小郡主瘦，更加穿不上。12是不是捡蛋把脑壳捡出问题来了？怎么能这么说话呀？哎，你那张嘴要是实在不会用，能不能直接捐了？原来都穿不上呀，那怎么办呀？那团团的窗帘可以给她做裙子穿吗？窗帘可以吗？民女会针线活，若是窗帘的话，民女自己能改成裙子穿。
那太好了，那就把团团的窗帘给他吧。锦雀跪在地上，一个头深深磕到底。次日清晨，天不亮，京城就出现了2支队伍，一队是押送瘫痪的尹足谦去法场砍头的，还有一队便是九王府前往江南赈灾的。当九王府的大号马车离开九王府之后，宫里派来接小郡主进宫的阮教也到了。仇大人，这参家要如何交差呀？所以说这天下就没有白拿2倍的赏银。赤大如车盖的小魔头，果然就不可能是个听话的小孩。来人，把信给兵部送去，就说是小郡主帮忙取到了信。是。爹爹，你刚刚是不是把团团的小夹子给拿走了？你皇爷爷不是叫你留在京城念书吗？那爹爹要早去早回哦，团团还要回来念书呢。你这倒打一耙的功力是不是又精进了？马车已经换大了2号了，怎么还能卡住？穿得厚。这不就说明马车是虚大，看起来大，实际空间小，反正和我们小郡主圆不圆的没关系。这回是真的，小郡主今天早上只吃了半个鸡蛋，根本没吃多少。爹爹，你知道什么是外交理论吗？出息了，都知道问这么有深度的问题了。这个饼饼就做的外交理论哦。要不你还是留在京城念书吧。当叶团团把小脑袋靠近窗户，想看看是什么东西这么臭的时候，九王爷一把将人薅住。爹爹，你不是咕咕鸡，团团也不是咕咕蛋，你不能老想着孵团团啊。你才在孵蛋，外面没什么好看的。那臭的味道是什么呀？是水灾的味道。为什么水是变成臭的味道呀？因为水里多了性命。什么性命呀？他们为什么会在水里呢？就是把性命丢在了水里。那捡起来不就好了吗？这种久违了的脑壳疼的感觉。您说丢了性命什么的，小郡主根本就不可能听得懂啊。王爷，你要说死翘翘，您说死翘翘，小郡主就……九王爷一个眼风丢过去，虽然什么都没说，但是整个眼神都表达了对蝶子的抗拒。属下去给小郡主泡点玫瑰茶，去味儿。拥有一个笨蛋爹爹，真的好让团烦恼哦。为什么他们会死翘翘呀？你问问题就问问题，不要拿本王的袖子堵鼻孔啊！这次下江南就是为了查这件事儿。团也是来查事情的哦。哼，本王一个字都不信。查什么事情啊？弟弟呀！快！爹爹！九王爷脑瓜子被吵得嗡嗡响，没办法，只能帮他把纸张拿正。谁给你画的？是大哥哥画的哦。叶晨作为九王府唯一一个能和妹妹通过纸笔交流的人，这幅江南美食地图可以说画得十分通俗易懂。这里是卖卷饼的，这里是卖炒栗子的，这里是卖水果冰的。就一堆乱七八糟的波浪线，上面加几个半圆不圆的块儿，他是怎么看出来那是水果冰的？这里是卖胖子的，这里是江南第1楼。那为什么画个胖子？是说
去这里就会吃胖吗？唉，拥有一个笨蛋爹爹，真的好让团烦恼哦。说话。这个胖胖的人是家里的江南玉厨哦。哼，竟然还真的讲得通。到了再看。哦，刚刚的图图是大哥哥给的，现在的钱钱是二哥哥给的哦。你二哥就只给了银票，没说别的？说了哦，二哥哥说不可以花别的小哥哥的钱，要花只能花二哥哥的。大公子是真的懂咱们小郡主啊，不过二爷就还不够了解咱们小郡主，主要是小郡主若是看上了哪个小哥哥，那第一步根本就不是花人家的钱，而是拉人家的手。二哥哥还说，团团要是拉了别的小哥哥的手，就把那个小哥哥的手给砍掉哦。我们错了，是我们低估二爷了。二哥哥还说，团团要是拉了别的小哥哥的手，就把那个小哥哥的手给砍掉哦。下官平江刺史景朝云，携平江、金阳2城守城官，跪迎九王爷，跪迎小郡主。九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起吧，前面带路。王爷有话，诸位大人请起，前面带路。是。爹爹，为什么不让团团看看外面呢？九王爷瞥了一眼窗外，见农人已经把城门口那头牛牵走了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毕竟赶路的这3天，他已经把他的牛肉干吃完了。无所谓，我们会出手。没有啊，是你头上的蝴蝶结歪了，父王给你调整一下。谢谢爹爹。我们小郡主真是好单纯啊，真是无法想象，如此单纯的小乖乖是如何被一个腹黑的男人生出来的。哇，好漂亮呀！哎呀，这不是九王府的小郡主吗？小郡主开恩，救救我们！九王爷开恩，救救我们！大胆！王爷面前岂容喧哗，还不跪下！无妨。你是何人？草民王兵，金阳山关县人。晋阳发大水，家中房屋垮塌，田地被淹。草民前日带着小儿逃难到平江城，本以为来了平江城便能有一条活路，可谁知……王爷，今日是灾情的第9日，城内的官粮在第3日时就已经用尽了，不是不肯煮粥，实在是没有了。唉，哥哥，你快过来看呀！小郡主，属下在。咕咕蛋呀，这些是街上的大叔大婶给的，让我带去破庙给其他小孩一起吃。破庙？为什么要带去破庙呀？咕咕蛋呀，这些是街上的大叔大婶给的，让我带去破庙给其他小孩一起吃。破庙？为什么要带去破庙呀？小团团不懂。他们的家被大水给冲没了，然后就出来逃难，没地方住，也吃不饱饭饭，就被安顿在破庙了。吃不饱饭饭嘛，团团在认识爹爹之前也吃不饱饭饭的。那给你。小男孩一看是一串又大又圆的糖葫芦，看到糖葫芦，王小兵就记起来。大年30的白天，那时候还没发大水，他娘带着他去舅舅家串门，路过集市的时候，他嚷嚷着要吃糖葫芦。娘担心他吃了糖葫芦就吃不下饭了，于是跟他说等到晚上从舅舅家回来就带他去买。晚上天色已经黑了，娘找了一辆牛车，拉王小兵去集市买糖葫芦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一阵轰隆作响，快往上爬，快爬！
别回头，爬到最高的地方去，快！等到爬到最后一棵粗枝桠的地方，王小兵想问问娘，他爬得快不快？可是，一回头就再也没看到过娘。王小兵今年8岁，虽然很多事情都不懂，但是他知道娘被大水冲走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他就这么挂在树上哭了1天1夜。后来爹从镇上做工回来，拉了村子里的几个男丁组成搜救队，这才把他从树上救下来。如果我不吃糖葫芦，不走这条路来买，娘是不是就不会死？傻孩子，整个金阳城几乎都被淹了，还好你和你娘出来买糖葫芦，路过了这棵大树，否则爹就真的没了妻也没了儿。所以当王小兵看到小姑娘给他的糖葫芦的时候，小男子汉突然就是一阵爆哭。小男孩真是一种奇怪的生物，为什么动不动就要呜哇的无能狂哭啊？小儿冒失冲撞了郡主，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。起来吧，出去施粥。多谢王爷，多谢大人。你不要哭了，拿去吧。小郡主哪里是你能看的？爹，我想娘了。王兵叹一口气，没再说什么了。到了城外，王兵把粥放下，就带着儿子去破庙。有鸡蛋了！王小兵带鸡蛋回来了。为什么只有半个呀？半个根本吃不饱。明明昨天都还能分到1个呀。昨天我们还能有1个鸡蛋，今天就变成了半个，而且粥也变成了水。那明日呢？明日是不是就没有吃的了？怎么可能没吃的？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小郡主给我的。谁是小郡主啊？小郡主是一个仙女。你骗人！世上哪有仙女啊？是真的，我亲眼看见她在袖子里掏啊掏，就唰的一下变出来一根糖葫芦。哇！那小郡主可以变鸡蛋吗？容我想想，要怎么变？有粮食来了，是不是小郡主变出来的？小郡主肯定是个福泽四海的人，不然为什么一提她就真的有用？有救了，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太好了，有粮食了！那旗帜是九王府的，是我们的战神九王爷来救我们了，我们有救了！苍天有眼，苍天有眼呐！九王爷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明夫妇是明夫妇呀！明叔叔呀！九王爷咳嗽2声，示意2人适可而止。达达，你喉咙卡鸡毛了？这世界上真有人敢这么跟九王爷说话的吗？明寨主，你能不能注意点？哎呦呦！明夫妇呀！啊，怎么了？团团想吃绣花斗子。米面共计12车，吃到周转期应该没问题。水灾之后人容易体虚，所以拉来了3车伏羲果，熬成水喂给难民，能避免他们得传染病。这伏羲果那不是南蛮国特有的东西吗？而且因为产量极少，所以他们并不对外出口。的确是南蛮送来的。这下官记得去年的时候南蛮还差点打进来，怎么今年还会主动送国宝果子来了？实在是费解。刀架脖子上也就送了。感情是打过去抢的。九阎王，
果然是九阎王啊！王爷，眼下平江城的难民共有16057人，按照今日送来的粮食计算，大约能吃够4日。4日之后，其他城池送来的救济粮应该也到了。王爷所言极是，但金阳城如今大半农田都被水淹没了，这时间一长，哎呀，终于又抱到我们家小乖乖了。太娃工具人罢了。明寨主到底要抱多久？他是不是越界了？送小郡主回客栈什么的，明明是我们的任务。明夫妇呀，啊，怎么了？团团想吃绣花斗子，就是12以前讲的绣花大娘和牡丹库塔故事里面的绣花斗子。晚上就去吃。团团想吃绣花斗子，就是12以前讲的绣花大娘和牡丹库塔故事里面的绣花斗子。晚上就去吃。啊，不对呀，我们小乖乖还在青鸾城的时候就说过想吃绣花肘子来着，怎么这都快过完年了还没吃到？啊，你爹怎么这么没用？你想吃个绣花肘子都要等到现在。他一个再字还没说完，就听到一道轻微但刁钻的破空声起。这过完年才买的新衣服，不是叶九，你这人怎么就回了趟老家，性格变得越来越烂了？以前至少还能说2句才动手，怎么今日才说了1句你就直接动手了？果然是年纪越大性格越烂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50积分，当前积分余额为210。仔仔，我们要不要花5积分抽一下？好，团团想抽那个一包牛肉干呢。仔仔乖，咱们抽回肩素骨丹，那玩意儿现在已经涨价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地步。好，那我们就抽回肩素骨丹丹哦。那我现在就点击开始抽奖了啊！仔仔，快给我点运气！爹爹呀！怎么了？快给牵住呀！爹爹！又在胡闹什么？嘴上虽然说他胡闹，但是还是捏住了他的小手。快给牵住呀！爹爹！琪琪，美男大法已经用上了，快，现在可以开始抽奖了，冲呀！仔仔，你再念一段咒语，叠一下 buff 呢。妈咪哄咿呀呀呜嘻嘻啦嗦咿呀嘿呦呦。这是在诅咒谁呀？哎，我说，你到底是不是小乖乖亲爹呀？亲爹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哼，小乖乖，你在超度谁啊？不是，明寨主，你到底会不会说话？要是实在不会说话，能不能把嘴缝起来 ？C 哥那里有针线，不要钱。真是，咱小郡主这能是超度吗？能是诅咒吗？这明明是仙女的可爱小仙咒，小仙咒。这就是吃奶的劲儿吗？哇，中了！我真不愧是黑榜第1，我可真黑！哇，琪琪最黑啊！我要跳草裙舞！呀！王爷，那朝廷的拨款没有拨款。好香哦！是花草香还是大肘子香啊？
宁夫妇，你饿不饿呀？哎呀，饿呀，太饿了。今天不吃个100个点心和200个大肘子，根本就止不住饿。可是2个大肘子我吃不完，要怎么办呢？团团可以帮忙吃一个哦，不用谢哦。好，那我们1人1个。哎，小乖乖，你干嘛去啊？去喊爹爹吃饭哦。只有2个肘子，没他的。王爷今日舟车劳顿，下官就不叨扰了。下官给小郡主问安。这位大人你好呀，爹爹，去不去接受？我去。团团还没说完呢，爹爹怎么知道团团要问什么呀？难道爹爹把团团的小脑瓜子撬开看过了吗？小家伙总觉得爹爹好像有一点点的生气气了，不过不确定，再看看。于是小家伙哒哒哒地追上去，然后趁着他爹还没防备，然后快速托起他爹的袖子，就狠狠地擦了一把小圆脸。擦完之后，还非常自觉地把2只小手手抬起来，就准备着一会儿咻的一声，然后他睁开眼睛之后看到的就应该是白白了。爹爹是真的生气气了，都不和团团玩丢丢小游戏了。爹爹，没长骨头是不是？就没长。呀，飞起来了呢！爹爹，团团还想玩。呀，飞起来了呢！爹爹，团团还想玩。本王今天必须亲手了结了明秋这个狗贼。不是，刚刚那个就是个误会。你要问具体是什么误会，那需要分析一下这误会到底是个怎么样的误会。总之啊，这误会不是我想……哎呀！根本不给说完的机会，一剑就已经劈了下来。好险，还好我没换衣服，不然今天就损失了2件衣服了。王爷，京城来了急报。得劲儿。你好啊，小米袋。团团是一个会说话的小米袋哦。小乖乖，绣花肘子比较远，咱们要不要先在这儿吃点点心，等到晚上大家都休息了，明叔叔带你飞去肘子店里加餐。1颗、2颗、3颗、4颗、5颗。哇，这里是5颗星推荐耶，5颗星星就代表很好吃哦。那我们进去吧。你怎么还有专门看美食的地图啊？这地图上还能看评分？哎呀，这谁教的数数啊？怎么数得这么好啊？是皇爷爷教的哦。不愧是当皇帝的人，竟然能教会小乖乖数数，了不起，牛逼！ 1楼怎么连灯都不开呢？好黑黑。2位客官可是来饮茶的？你一个点心铺子，你问我是不是来饮茶的？2位是从外地来的吧？实不相瞒，咱这平江城外边都是难民，我们店里的食材大多都捐出去了，没法做点心。店铺开着也只是免费供应点解渴的茶水。哎呀，
对，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那绣花大肘子呢？哦，客官是问卖绣花肘子的那肘时代吧？那肘时代呀，位于金阳城和平江城交界处，又正好在洼地。小的听咱业内人士说啊，大水冲垮了楼，掌柜的不知去向，也不知道这以后有没有绣花大肘子喽。咋了？被孩子他娘抛弃了？老王，你媳妇今天也不在家？那可不是嘛，外面那么多灾民，城里也不安全，我就让我媳妇儿带着孩子回娘家住几天，等到灾情过去了，再把他们接回来。我家那娘们儿自己报名去给灾民煮粥去了，根本不管家里边有没有人做饭，也不管我死活。你们不是平江本地人吗？咱平江的老爷们儿谁不会做饭呢？都会。怎么媳妇儿不在家就只能出来觅食了？你会？你跟着我们去吃面做什么？嘿嘿，那是你吃够了自己做的菜，想换个口味嘛。而且我听说那家面馆的娘子个顶个的漂亮。你们本地人不是高雅的很吗？怎么还冲着人家小娘子漂亮就要去吃面了？不觉得有辱斯文吗？哎，我那是欣赏美，又没啥别的心思。再者说了，我隔壁邻居说了，那家店的大肉面好吃到出门看到狗屎都觉得是香的。咦，怎么大肉面这么好吃啊？咦，怎么大肉面这么好吃啊？嗨，平江城这地方简直就是厨子的决赛圈啊！那什么大肉面呢，本地人都说好吃，那八成错不了。于是，一大一小默默跟了上去。好香哦，牛肉面。所以说，你黄爷爷只教你数数了是吧？哎，那是午门面。还挑呢，没把面念成团，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，好吧？知足吧，明寨主。小乖乖，那是午门面，意思是吃完了这家店的面，哪怕是去午门斩首，也觉得值了。牛肉面。是午门面。牛肉面。哎呦，我是教不会你了，是不是因为我不是皇帝啊？哎，行，牛肉面就牛肉面吧。二位客官，吃点什么？牛肉面。我的个乖团团，在大处杀牛是犯法的，就没人会点牛肉面。打算和点单娘子说一下，孩子太小，乱点的。可是他还没说，那点单娘子竟然真的在纸上写了牛肉面，甚至还贴心的备注了客人年纪小，面煮软一点。哎，这他喵的是什么违法乱纪的黑店呢？这位客官，您吃点儿。跟他一样，再给我加一份卤牛肉和小青菜。好的，二位客官稍等。团团不吃青菜哦。那不是青菜，那是包肉用的皮。明夫妇，你是不是把团团当成小笨蛋骗骗？哎呀，我的小乖乖，怎么回趟京城还变聪明了？不行。二位客官，由于菜色原因，劳烦二位楼上请。给你10息时间，说清楚你是谁，接近他是何目的。说不明白，死。六娘说，这碗面是煮给小郡主的，就是把引足签放上天那个小郡主。我也不知道，不过能正大光明点牛肉的，应该就是那位小郡主吧，不然一会儿问问掌柜的。掌柜的，姐妹们，我们等的人来了。面太细了，重新煮，要煮那种快刀削出来的宽面。郡主应该爱吃有嚼劲的东西。兄弟们，这家店不对劲儿啊，里面全是女人，切肉的和烧火的还会功夫。江南这地方，女人做生意的多，也有不少武行，甚至还有全是女子的江湖门派，没啥大不了的。
我看了一眼跑堂的娘子和后厨的娘子，其中几个我总觉得眼熟。你啥时候敢看女人了？我认真的，而且其中一个很像是锦雀，就小峰救回来的那个女人。我就算是看错了女人，我还能看错咱小郡主的窗帘吗？这家店是今日才开张的，名声也是今日早晨打出去的，而且取名叫午门面，有问题。掌柜的的确是锦雀，而且店里还专门准备了牛肉和卤蛋，似乎是瞅准了小郡主的喜好。来2个兄弟回去汇报王爷。哼，铜雀这娘们儿，咱把她救回来放走，她还敢故意接近小郡主，要不一刀砍了吧，省事儿。给你10息时间，说清楚你是谁，接近她是何目的。若说不明白，死。明寨主牛掰，直接杀了事儿。所以你现在知道明寨主为什么26高龄还单身了吧？我怎么觉得你在点我呀？民女锦雀望投入小郡主帐下。这家午门面的厨工、跑堂、掌柜、后杂其实都是识女子，有些是从京城跟着锦雀逃来江南的，有些是原本就被安插在江南的，都是受尹足谦迫害的女子。团团听懂了，是有坏人欺负你们，对不对？求小郡主替民女做主。说着就卷起袖子来。明秋原本碍于男女有别，还打算不看的，可是听到小团团的抽泣声，明秋赶紧转过头来。这一看，他一个大男人都觉得触目惊心。这识女子的整条手臂上都是密密麻麻的烫伤伤痕，新伤旧伤层层叠叠。民女是平津总督的内侍婢女，也是工部安插在津南的识女子。小郡主，这些是平津总督最近几年和京城的来往账目。我操！果然女人狠起来就没男人什么事儿了。这张纸怕不是能让金平总督满门抄斩了。这东西一交出去，我必死无疑。求小郡主救命！求小郡主救我们！团团听懂了，是有坏人欺负你们，对不对？还把手臂给打坏了，真是过分！是，求小郡主做主。哎，你们都是识女子，按理说多少是有些见识的，怎么会求助小郡主呢？你们难道不知道她只有3岁半吗？能听懂你们的故事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们要公道，怎么也该找刺史大人，或者是直接找朝廷下放到地方的官员吧，可不该找一个3岁半的孩子。即便他是郡主，但年纪这么小，如何给你们主持公道啊？我们不信官。啊？那你们也不能找个小奶娃求救吧？简直是病急乱投医嘛！这位公子想必不是京城人士。哦，姑娘何出此言呢？若公子是京城人士，那就该知道，当初小郡主带着人砸了工部的乐坊，将工部尚书之子打了个半死，最后还用大号的孔明灯将人放上天。是团团打的，人是团团打的，团团是个敢做敢当的乖小孩哦。在我离开京城那天，都还能听到街头巷尾传着小郡主的事迹，光天化日阴森森，人皮坐坠猛上升，路人遥看似风筝，纨绔郡主放天灯。真是震惊本明寨主500年呢！真是你干的？团团也长飞长天，可是二哥哥不准。哼！那打人砸店的事情也是你二哥哥带你去的？店是团团打的，人是团团打的，团团是个敢做敢当的乖小孩哦。哎呦，好家伙呀，才上京城没多久就干了这么些大事了。因为他敢欺负12，简直胆大包天哦！我靠，我好想揍他呀！哥几个，咱们要是联手，能揍他一顿不？小峰利用体重优势把人压住，然后咱们一顿猛揍。
若是以前，那说不定可以，但是前些日子小郡主给我吃了一颗药丸，所以说我估摸着你们联手也没法揍我。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刚才的逼还没装完，你就开始装下一个逼了。你干脆别叫12了，你叫逼2行不行啊？反正你一次装逼就装2个。是明某低估了几位小娘子了。团团该回客栈了呢。临走之时，看到碟子里还有最后一根炸鸡肉条，叶团团擦擦小手，给粘起来，然后走到六娘子面前，给你吃。多谢小郡主。只是吃到嘴里的时候，发现好像除了鸡肉条之外，还有别的什么东西。六娘子不管不顾的全部咽下，随后明寨主便牵着小郡主下了楼。恭喜宿主兑换冰肌玉骨丹1颗，消耗10积分，当前积分余额为195分。好贵哦。就是，为什么不能搞个1积分抽奖大转盘啊？说不定我们1积分就能抽中。这个能跟你爹换10头牛。叶团团一顿，顿时眼睛亮晶晶，飞快地接过那张纸，塞到黄爷爷给他缝的小口袋里面，和小尖牌挤一挤哦。姐姐，比10大的数是多少呀？18。懂了，回去问爹爹要18头牛牛。哎呀，小郡主好像没有明确表态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今天早上去菜市场的时候，看到了有人牙子在到处找人，估计是知道我前些天躲在菜市场。怎么办？要是被抓回去，我一定活不成。我也是，我逃出来之后天天做噩梦，就算是在梦里，我也是被人用铁链套住脖子，像牲口一样被拉着往回走。我们从京城过来的人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户籍信息都清楚明白，官府随便一查便知我们的大概行踪。都冷静点儿，小郡主若是不帮我们也是应该的，至少那张账目交到小郡主手里，能发挥出作用来也就够了。不对，六娘，你的伤疤呢？怎么没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伤痕怎么消失了？发生了什么？是小郡主，小郡主刚才给我吃鸡肉条的时候，里面还有别的东西。小郡主果然不是一般人，我们没找错人。而且小郡主既然给了六娘药，是不是说明她愿意帮我们？锦雀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句话呀。是。大夫人，朝廷还没发讣告，给总督府的官论也没下来。更奇怪的是，九王爷已经到了平江城了，为何不入总督府啊？讣告没到总督府，你就不会去景刺史那边问吗？这个景昭云，以为接手了2城，就能不把总督府放在眼里了？哼，小人得志。大夫人说的是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六娘子呢？就那个老爷生前最宠爱的内侍婢女。大夫人，奴婢在三日前便没见过六娘子了。奴才打扰景大人了。梁管家说的哪里话？快请坐。我家大人身负前线，离世多日，不知景大人可有收到京城发来的讣告的消息啊？哎呀，梁总督一心为民，是我等效仿之标杆，如今错于前线，本官为探崇敬之情，不甚言表啊。是啊，老爷为官几十载，也操劳了几十载。总督大人的布告，本官并没有收到消息。如今正值新春，兴许京都那边的人手不够，流程走得比较慢，再加上平津两地泥地湿滑，路上亦有所耽误。梁管家呀，可要再等等。多谢梁大人，奴才这就回去回大夫人的话。备马。大人，您都忙了一天了，这会儿外面也黑了，
您有什么事不能明日再说吗？啊，明日恐怕要变天呐。那您说您要去哪儿？小的去安排马车就是了。近得很，用不着马车，本官骑马去。大人，您都60了呀，能不能别这样啊？当初小姐远嫁的时候就交代过小的，一定要看好您的人身安全，不让喝酒，不让骑马。就没一回听过。小的啊，这就去写信去兵部告状。王爷，朝廷当真没有拨款？若是没有银钱，本官不知道该如何安顿难民呢。景大人就这么坐在九王爷对面，大有一副今晚就睡在这里的姿态。60岁的老人家，说也不好说，骂也不好骂。来人，给景大人抬张床进来，那就睡在这儿吧。如王爷所说，户部没能安排拨款，那自然是有道理的，下官理解并且服从。然平津两地需要拨款事宜，下官依然上报。既然没有直接批款，那势必该有其他办法才是。只见一道小飓风从楼下哒哒哒的倒腾上来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冲到他爹面前，垫着小脚脚，把手一举，咚哒就给他爹桌上放了一包卤牛肉。哎呦，没看到，不知道，对不起。小郡主，可吃饱饱了？那小郡主要不要去洗脸睡觉觉？王爷还有正事没说完。团团也有正事要和爹爹说啊。什么正事啊？这个换80头牛牛不讲价啊。这岂不是要吃光一个村了？我听到了什么？咱小郡主是懂赚差价的，嗨，真不愧是我们青鸾富商钱团团。仔仔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怎么记得我说的是18？谁教你说的？明夫妇说的。不是，怎么看热闹看到自己身上了？这天不怕地不怕的奶娃子还会后退？天不怕地不怕的奶娃子还会后退？这里面是什么？这里面是好多数字，团团看了会头晕晕哦，所以要退一点点哦。听听小东西这文盲发言还头晕，你怎么不说你数字过敏啊？不过数字。九王爷长指滑动，快速将纸张打开，扫了一眼之后，神色没有任何变化，但是手已经控制不住的去抽屉里拿本子。你要问什么本子？那必然是从户部带过来的3年前的津南堤工程批款簿。将本子上的数据和手上的数据一对比，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叶团团这小玩意儿出门一趟还真能解决拨款问题。过来，干得不错。爹爹，如果不给80牛牛的话，就要把这个还给团团哦。你不是说你看数字头晕吗？你把它要回去做什么呀？团团可以闭着眼睛搜起来哦。这自欺欺人的行为到底是跟谁学的呀？跟大公子学的呗。大公子明言，本公子心善，见不得人挨打。你们把他拉到屋里去揍。咱小郡主不是本来就这样？怎么又打人呢？下官年纪大了，这么晚喝茶，恐睡不着。无妨，景大人今晚不喝茶也应该睡不着，毕竟水灾拨款有着落了，并且是要多少有多少。您之前不是说朝廷没有批款吗？怎么突然又有了？都在这里。景昭云沉眉想了想，小郡主刚才说里面是数字，
王爷又拿了户部的册子出来核对，再加上已故总督大人的讣告迟迟不下，景昭云觉得他好像懂了。小本生意，概不还价哦。你这个纸对父王没什么用，父王是来救济灾的，管不了1-2年后的灾后重建，所以你这笔交易应该和景大人做，知道了吗？明白了，就是不讹爹爹，讹旁边这个有点帅的老年人，是不是？哼，我可聪明了呢。小郡主，80是不是有点多了？能商量吗？小本生意，概不还价哦。80是很多的，小郡主一个人也吃不完，要不然少点儿。咋的？我们不是人？喂，还有我今天受惊了好几次，怎么也要给我分一头补补。80条牛牛很多吗？小郡主啊，牛的量词是头，不是条，应该是一头牛，而不是一条牛。不对，不是一条牛，是80条牛牛哦。牛的量词是头，牛这个字前面应该是头啊，而不是条，所以应该是80头。80头条条。小郡主啊，跟下官一起说一头牛。不对哦，不是一头牛哦，是80头哦。对，是80头牛。成交哦。本官是不是被套路了？景大人已经和团团撞拳了哦。景大人已经和团团撞拳了哦。君子一言，4个听风也记不到哦。景大人，小郡主是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。这不就是把路封死了吗？所以说本官果然是被小郡主套路了，对吧？这有啥？咱小郡主又不是第一次套路2品官了，常态。不是，我是不是有点跟不上潮流了？小乖乖现在这么能拿捏当官的了？不行，我必须得想个办法把小乖乖拐回山寨去，毕竟山寨最缺的就是能拿捏当官的人。于是明秋又开始他人生的第一难题，如何才能让叶九把娃给本寨主养？然后他就收到暗卫司来自4面8方的眼神警告。你们是暗卫，不是丁丁狂魔。下官可否分期？日后每半个月送1头牛上门，连续3年零4个月就能还清了。这样既保证了牛肉的新鲜，再者1头牛不小心从江南跑到京城，或者是跑到青鸾城，这路途遥远，不小心累死了也是应该的。好家伙，不愧是平江城的一把手，连牛的死法都帮我们想好了。鸡鸡，他算的对吗？归零，3乘以12等于归零，3加8乘以12等于归零。好复杂，算不来。不仅算不来，还突然很想吃龟苓膏。龟苓是什么呀？那下官给小郡主送4年的牛，每年24头，成交吗？鸡鸡，这个我会。归零，4乘以24等于96。仔，成交。那好吧。小郡主除了会讹人之外，
笑起来真是好乖呀。送走了景大人，白姬、明秋和九王爷仔细研究起了叶团团带回来的那张纸。而叶团团呢？小四，鱼，好多条鱼。哼哼，是好多头鱼。哇，小四，好多头鱼呀。然后明寨主就被劈掉了一截袖子。不是，叶角，你讲不讲道理啊？小乖乖明明是故意的。本王也是故意的。你这个烂性格，你了不起。明天早上是不是吃鱼周周呀？回小郡主，明儿早上吃糯米圆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见一只白色小狗突然把它雪白的前爪伸到鱼池里，嘴里嗷嗷呜一声，随即就听到一声细小的噼里啪啦声，然后30来条大鱼就翻起了鱼肚白。是的，明早吃鱼粥，现在就开始熬煮。哇，好香啊！我就说小四爷会无条件的选择小郡主碗里的吧。来，给银子。还好查小四儿是个神兽，不是人呐，不然在王府里恐怕没人争宠争得过小四爷。小四爷不是姓叶吗？什么时候改名姓查了？你这反应速度，当初到底是凭借什么进的暗卫司啊？凭我腿长人帅。那岂不是和我一样？是不是在点我呢？叶角，你不会是女宝爹吧？不愧是安卫司，连老实人都这么不要脸。十二，明寨主好像在点你。我信了，你真的是靠腿长人帅进来的。我说叶角，你调兵抄家你就直接去，你干什么非要等着小乖乖起床你才去？你总不能是要带着小乖乖一起去吧？不然呢？你还真要带着他去啊？他才3岁半，抄家多半是要见血的，万一吓到他怎么办？他会怕血？他养的咕咕鸡都不怕血。那你也不能因为小乖乖不怕血就带他去那种场合吧？叶角，你不会是女宝爹吧？话音一落，九王爷直接一个业火掌。哼，你这是被我说中了吧？这该死的叉的火花！哎呀！什么是女宝爹呀？你不知道女宝爹，总知道娘宝男吧？是一个道理。那我就是团宝卫。那我是团宝峰。你见过谁家宝宝248斤呢？哇，是爹爹赢了耶！今天是大年初10，是一个圆圆满满的日子。今天的我也有所收获。你要问收获了什么，那自然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。想不想去抄家？好耶！叶角，你到底会不会当爹呀？有你这么问的吗？不想去抄家？好耶！叶角，你到底会不会当爹呀？有你这么问的吗？这是男人的衣袍吧？对，是一个大英雄的外袍，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什么大英雄？什么救命恩人呢？锦雀只好把那日在东宫的事情说了一遍。这一出英雄救美，听得几个小娘子又觉惊吓又叹浪漫。那这外袍就是锦雀的心上人的，所以你在他袖口缝了一把刀，是表示君之刀刃，妾之斗心的意思吗？他袖口本就是破的，我缝刀也只是因为那位英雄用刀而已。我能做的就只有效忠九王府，效忠小郡主。我们也是。掌柜的，出来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不好了，是大夫人来了，她肯定知道我在这里，怎么办？锦雀，我要是被抓回去，肯定会被活活打死的，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别害怕，你就在楼上别下来，我安排人去后面墙搭梯子，等半刻钟，你就从后墙的窗户爬下去，然后朝着小郡主下榻的客栈跑，知道了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光天化日的，你们怎敢抢劫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放肆！总督夫人在此，还不跪下？这两位大娘真是胆大包天，竟敢冒充总督夫人。如今水灾困城，总督大人为国为民，身负一线，即便身死也要为水灾做出官家贡献。而总督夫人竟然在大灾之际不思为民谋生，却滥用兵力为难我一个开店百姓，这不是冒充是什么？还有你们是府兵，吃的是军饷，是皇粮。此时此刻，你们应该在救灾的路上，而不是砸一个平民百姓的店。难道总督大人一死，你们就要变成私兵强盗吗？王府令在此，谁敢造次？难道总督大人一死，你们就要变成私兵强盗吗？说得真好，只是你一个普通百姓是如何得知总督大人死了的？糟糕，说漏嘴了。把人交出来，本夫人就饶你一死。你是聪明人，若是能拿出本夫人需要的东西，日后便留在总督府做事。这位大娘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别以为生了张巧嘴就能在本夫人面前放肆。你要知道，本夫人弄死你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。说。崔琦旁边的老妈子见这个掌柜的敬酒不吃，吃罚酒，于是上前一步，抬手就是啪啪，继续两耳光。禀大夫人，六娘子抓到了。刚才本夫人给过你机会，你不肯说，现在抓到了人，你也没有说话的必要了。来人，拔了他的舌头。是。大夫人您消消气，千错万错，都是小六的错，您就饶过他吧。若是要拔舌，您拔小六的吧，求求您了，求求您了，大夫人。动手。为什么我如此努力的活着，还是逃不过被人欺凌致死的结局？就在锦雀绝望的时候，突然面馆前门轰的一声，一块门板塌倒而下，随即一道黑光嗖的划过，然后一支箭矢就直直插入了府兵的手臂之中。王府令在此，谁敢造次？哦，我家小郡主说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说要抄你家哎，大娘。王府令在此，谁敢造次？不错不错，可可越来越有郡主贴身护卫的样子了，真不愧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小郡主的小护卫，哎，棒呆！小姑娘，虽说你是九王府的人，但是眼下是本夫人在处理家事，家中有奴婢私自逃出，本夫人只是将人抓回去而已，即便是九王府也不好干涉家事吧。你说的不对，不是九王府要干涉家事，是我家小郡主要干涉家事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，我家小郡主说了，这家面馆的人都是本团团的人，若是有人敢动他们一下下，本团团就抄了他们的家哦。简直太好笑了。大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九王爷探人马将总督府围起来了，说是要抄家。你说什么？九王爷和小郡主带兵围了总督府，说要抄家。哦，我家小郡主说什么来着？哦，
对，说要抄你家哎，大娘。这位大娘是抄家的意思哦。老妇总督府一品诰命夫人崔氏见过九王爷。梁夫人不必多礼，是梁夫人主动将库房钥匙交出，还是本王派人砸门？本王给梁夫人一个选择的机会。王爷这是何意啊？这位大娘是抄家的意思哦。这青天白日的，九王爷不可能真的是带着男宠来抄家吧？哦呦，这位大娘虽然人丑话多招人烦，但是我怎么觉得用词还比较精准？哦呦，宁夫妇，男宠是什么呀？不愧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小乖乖啊！每次问到了点上，嗨，拥有一个会抓重点的小郡主的骄傲，到底谁能懂？聪明小郡主问完之后，就看到他明叔叔额角的青筋爆了起来，然后下一秒就听嗖唰唰唰的一串声音起。就这种破门，还要什么钥匙？王爷，恕老妇直言，总督府是皇上亲赐，肆意破坏乃是死罪。我这是无偿的协助抄家，不是什么肆意破坏。而且，什么叫做直言呢？就是用把肠道捋直了，从嘴里拉吗？根据大楚律例，若是查抄一品大员宅邸，需要皇上亲笔手谕，否则任何人无权闯入私宅。九王爷今日就算是带兵前来，也只能侮辱老妇罢了。若是想抄家，你应当还没有这个资格。拉货用的马车可到了。回王爷的话，前后门都安排了3辆大马车。爹爹，什么时候抄家呀？拉货用的马车可到了。回王爷的话，前后门都安排了3辆大马车，还有1辆小型入院马车也刚到。好，那便可以开始了。梁夫人，可要看看皇上的手谕？团团，把你的宫刑令拿出来。啊？什么呀？哎，我怎么就忘了叶团团这个笨蛋小孩听不懂这么官方的名称。把你的金牌拿出来。啊？金牌不是在张可可身上吗？哎呀，王爷怎么就说不明白呢？小郡主的东西都是有特殊名字的，就比如他的玩偶小兔子叫小兔兔，他养的鸡叫咕咕鸡，大公子给他那一对小夹子叫小梅梅，皇上给他的夹子叫小捉捉，以此类推，皇上给的金牌就叫小金金。小金金，王爷，小金金呐！男子汉大丈夫，拒绝碟子。爹爹，什么时候抄家呀？把你的小金金拿出来。哎呀，到奔3的人了，还要这样说话，真是好变态。原来爹爹是要看小金金呀！见此牌，如朕清明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撞门，抄家。是。宁夫妇，团团想去库房哦。明秋抱着娃掂了掂，正想说总督府很大，不容易一下子就找到库房。可就在这时，总督府内放出了一道暗卫司的信号。昨晚就开始踩点的暗卫，精确地给了库房的位置信息。好家伙呀，叶九的病，抄家的能力快赶上打仗的能力了，非常的具有奸佞邪王的爪牙的气质啊！啊，脏！说完，正要找帕子给他擦擦小手，然后下一秒，叶团团捧起他明叔叔的袍子，一脚擦吧擦吧。也行吧，反正我也没你爹那种变态的洁癖。哇，小风好厉害！
空心的。小郡主，能用一下你的小发夹吗？好家伙呀，好好的库房珠宝，愣是给他俩淌出了一种陪葬品的味道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嗨，小乖乖，快起来！好开心哦！哎，你倒是开心了，给我下一激灵。明夫妇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呀？很好看。我们的小乖乖简直就是一个小搭配师。没错。我是不是跟不上时代的审美步伐了？为什么我觉得奇丑无比的配色，他们这么多人都一脸认真，觉得好看呢？难道我这个去年的共识，今年就要被时代所淘汰了吗？就在记录官进行一个深度自我怀疑的时候，九王府的人已经将箱子和墙面整理了七七八八了。算了，活儿来了，我先暂停一下自我反省的事情。兄弟，你这写的啥啊？啥祖母绿？我们怎么没看见啊？那不就是祖母绿宝石吗？这位英雄，你拔刀做甚呢？兄弟莫怕，事情是这样，你看看你这本子上写的什么蓝宝石、红宝石的，我们都没看见，就你看见了，所以说你是不是眼花了？兄弟莫怕，事情是这样，你看看你这本子上写的什么蓝宝石、红宝石的，我们都没看见，就你看见了，所以说你是不是眼花了？我眼花了？对啊，你就是眼花了。你不信你看看我这刀，我这刀啊是开过光的，前几天还砍了20几个人，这种见过血的刀啊专治眼花。娘啊，我只是一介文官，能不能不看刀啊？尤其是不看这种杀人狂魔的刀，救命啊！所以说你是不是眼花了？对，是我眼花。一边点头，一边识时务地将纸上写的内容划掉。这位大人，您可以点数了。好的。是不是只要我不数小郡主身上的珠宝就没事了？我懂了。懂是懂了，但是又似乎没完全懂，因为当他数到珍珠项链的时候，正要记录是61条，然后那2位英雄又来了。哪有61条？分明就是60条。12说着就拿了一串珍珠塞到记录官的手里。我虽然只是去年他当上官的贡士，但我也是个熟读大楚历法的刚正不阿的。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。多谢。当大夫人进来看到连门帘都被扯走了的时候，瞬间眼前一黑。去请大少爷回总督府，快去！小乖乖，你戴这个项链有点长啊，如果给我戴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合适。叶团团想了想，觉得他明叔叔说的非常有道理，于是大方地将自己的项链下端拉起来，然后高高举起小手手给他明叔叔戴上。可是他忘记了把自己的小脑袋钻出来。明寨主是不是拿咱小郡主当吊坠用啊？还真是那么回事儿。太过分了。我觉得最好不要这样抱着个小吊坠走路，也最好不要用过分可爱的小郡主当吊坠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没有。你们写书的果然憋不出什么好屁。还是听书的可爱呀。张可人蹦到小郡主旁边，拿出来在路边买的3根糖葫芦，1根给小郡主，1根给小四，1根给自己。2个娃一只手，一边吃一边说之前面馆发生的事情。等张可人说完之后，叶团团又开始说今天抄家的事情。小张从面馆过来，不单单带来了情报，还带来了一件外套。哟，
而且这件外袍还指明要给小峰。248封接过一看，哎，这不就是胖哥前几天弄丢那一件吗？昨天还说穿来着，结果打死都找不到放到哪里去了。所以说你根本就忘了你把衣服给人家锦雀了是吧？不是，这衣服怎么在你那儿啊？你看看你这袍子有啥变化没？你是不是又拿我衣服当床单用了？那都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，至不至于还要强调要啊。你没发现袖口有什么变化吗？我靠，怎么袖口被缝好了？你们暗卫司大把单身狗的原因找到了。我靠，怎么袖口被缝好了？什么 ？C 哥专门特别区别对待的给小峰缝了袖口，这不偏心吗？这不，我没有，我不是，别乱说。3重否定，表示肯定。你们就是见不得我长得帅。哎，兄弟们，你们看看这个刀背的弯钩处的锁魂字，这不是小峰的刀的标志吗？我觉得有点粗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谁绣的？反正不是 C 哥。你咋知道不是 C 哥？ C 哥上回帮我补中衣上的洞，不仅没补好，还把这洞是越扯越大。白市场当时还问我呢，为什么要把中衣穿成挂脖样式？那是我的错吗？那是你衣服料子不好。那是谁干的？这么明目张胆绣我的刀，是不是在挑衅我呀？峰哥孤寡32年零3个月，可能只是这辈子孤寡的开始。你上回穿这个衣服，不就是你去东莞救锦雀那天吗？多事，都把我衣服缝得值钱了。就说248封注定孤生吧，你听听，听他这不知好歹的话，真是让人宫寒。我又没说错，他这么一绣，我衣服直接就升值了就。那还不好吗？你能不能不那么直男呢？算我们求你了。我穿这么好，我还怎么好意思找白市长涨月俸银子？还怎么让小郡主拿我袖子破布给我系个蝴蝶结啊？真是气人。对哦，没法涨月俸银子都算了，不能拿给小郡主绑蝴蝶结什么的，简直太惨了。嗨，所以说呀，女人就是麻烦。哼，你们暗卫司大把单身狗的原因找到了。小郡主，要不要尝尝现在很火的夹心水果的吃法啊？什么是夹心水果呀？大人，您就不怕总督府的银子不够救灾，然后九王爷就打上了咱刺史府的主意？哎呀，若是真的需要刺史府出力，本官自是愿意的。毕竟抄一家而救万民，那是功德。那您若是主动提出散尽家财拯救万民，岂不是功德无量？哎呀，大人，您打我怎么？您怎么打人呢？您王爷来了，还不站好？大人都60了，为什么手劲还这么大呀？一点不像个年迈文官。很快，九王爷带着几大车的财宝就到了刺史府门口。好在是够了，不用刺史府再凑了。王爷，这些数量完全够供给难民过渡难关了，多出来的部分还能用于调节平江城内的物价水平。这些门框是浇筑故地。王爷的意思是要熔成铜水，然后进行浇筑。王爷深谋远虑，下官佩服。小郡主，要不要尝尝现在很火的夹心水果的吃法啊？什么是夹心水果呀？就是这样。侍从说着就戴上一双手套，讲究的从托盘下层拿出一整套的银色工具来，
然后拿起旁边的一块去皮苹果，放到餐盘上切成更小的一块，再然后把这块苹果横着划2刀，但并不切断，2刀下去，苹果块就分出了2个夹层。侍从从第一个夹层里面放了一片梅子蜜饯，在第2夹层里面放入了一片桃子蜜饯。小郡主尝尝，小郡主尝尝。好吃耶！侍从听到小郡主的这句夸奖，瞬间觉得之前被大人揍的那一逼兜都不疼了，赶忙卖力的继续切水果加蜜饯。3个小孩就这么排排坐，乖巧的等着分果果。这个梅子蜜饯加到菠萝里边会更好吃，哎，你们可要尝尝。好吃呢，好吃。这是吃了什么了？高兴成这样，还都把手举起来了。他们是打算起飞吗？哎呀，难怪素琴的家书里说小郡主可爱无匹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可爱呀，还会举手手。哎，又是羡慕皇上有孙女的一天呐。哎，去金阳城的事情到底什么时候说完了？我要去抱我女儿了。小郡主真可爱，顺便小四爷把前爪举那么高，他真的不会栽个4脚朝天吗？侍从笑盈盈的继续切，3个小孩乖巧坐着等。孩子不吵闹了，九王爷这边继续说事情。今日已是水灾的第11日了，但是整个金阳城依旧大半都泡在水里，损毁的人身财产目前都还没办法统计，城池的地下排水问题比较大。金阳城的地势起伏很大，要彻底排水并不困难。今天召集平津2地所有工部专事人员，要做个临时的排水引导。九王爷正在说话，突然膝盖上就多了一只小手手。本王还在说话。可是人家小团团才不管这些，给爹爹进行了一轮投喂之后，就抱着小碗眼巴巴地看着他爹，等着被夸好吃呢。小乖乖呀，小水果什么的，难道没有你帅气的明叔叔的份儿吗？完蛋了，把明叔叔给忘记了。小四把嘴一松，咚哒，一块凤梨夹心就这么精准地落在了明寨主的手里。小四嗷嗷呜，拿去吧。小四，你的心意明叔叔领到了。哦，意思就是不吃吗？怂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。哎，小四快看，那上面是什么？单纯小神兽果然扬起小脑袋，然后明寨主就飞快地将手里的凤梨放到了小神兽的嘴里。哼，瞧瞧，这不就糊弄过去了吗？就在明寨主得意洋洋的时候，小神兽发现他明叔叔手里的凤梨没有了。小四也没多想，就直接掉头，并且目光坚定地看着对面那个桌上的凤梨夹心。他不是又要去拿一块给我？不是叼一块？不，是吐一块给我吧？想到这里，明寨主连忙伸手一把扯住小神兽的后腿子，把狗子扯回来，扯到腿上坐好，顺手捏住他命运的后脖颈。刚刚说到哪儿来着？他不是又要去拿一块给我？不是叼一块？不，是吐一块给我吧？我就说小四和明寨主一脸母子相吧，你们看看，这多和谐！哎，就是啊！暗卫毕应和之后，还要喊金小金一起过来吃瓜子儿。金小金正在奋笔疾书。
别打扰我。安慰 C 凑到金小金面前，悄摸摸地看一眼他本子上写的东西，这一看直接就惊了。什么？爱上霸道债主之后才知道他竟有一个全身长毛的私生子。这是什么脏东西啊？什么？哎，快给我们看看。王爷早。早。父王今日要去金阳城，那边水患严重，环境不好，你就留在客栈，睡醒了可以出去玩。去哪里玩呀？去只有白馒头的地方玩。九王爷又瞥了一眼他的好大儿，确定他还在睡，就干脆朝外面走了。反正叶团团这个小东西也不是那种找不到父王就要哭唧唧的娃。听到几团鸡叫了呢，怎么就花开天亮了呢？仔仔，先不要睡，我们有主线任务了，而且是强制任务。是什么？仔仔，我说完你再睡呀。咱们的任务是帮忙修复金兰堤呀，仔仔。这次的任务有300积分，300的数量就是我们全部用来抽回间素骨丹的话，能抽回来1整碗，而且是那种装牛肉面的大碗哦。还好设置了完成任务才能抽奖机会，不然这败家的玩意儿当真能凭一统之力抽垮整个系统空间呢？金兰堤是在金阳城，仔仔，我们第一步就是要从平江城赶去金阳城。于是才走出女儿房间门口没多远的九王爷，突然就感觉身后出现了一阵小飓风。爹，怎么不穿外袍就跑出来啊？因为团团怕爹爹出门不带团团哦。本王是要去金阳城，那边没吃的也没玩的，你要去吗？就算什么都没有，团团也要去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团团看不到爹爹就会想爹爹哦。这是什么绝世小可爱啊！我人被甜化了，谁能懂啊？本王是一个字都不信的，这钻到本王的外袍里不出来，这不是逼着我带他去金阳城吗？小乖乖是不是没睡醒，然后把你看成一头牛了？不然为什么这么离不开呀？要我说，根本不等他说，然后就见九王爷手里一道金光一闪，随即明债主才换的新衣服就又少了一个角。不是，叶兄你讲不讲道理啊？我又没说错。算了，先不说错不错的问题，我这衣服1200两银子，你怎么支付？银票、金条，还是把娃给我抱？明债主这算盘打得我在房顶上都听到了，我在马车上也听到了，我在小郡主房间也听到了，我在厨房也听到了。哎呀，小风啊，你能不能别吃了，不然又要250了。冤枉啊！我真没吃，我是进来给小郡主找盒子装点小鱼干，一会儿路上吃。好吃耶！金兰堤是大厨解决江南水患的根本，堤坝运用的分流、储水、灌溉的技术理念将持续100年之久，所以金兰堤的修复在整个大楚历史上都有着非常高的地位。宿主作为未来的女帝，修复金兰堤是强制任务，任务完成将获得300积分，任务失败便会一直重复任务，直到任务成功。爹爹，什么是金兰堤呀？你问你明叔叔。明夫妇，什么是金兰堤呀？
金南堤的金呢，就是金阳城，南字就是代表南方，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位于南方城池金阳城的一个蓄水堤坝。怎么样，懂了吗？叶团团想了想，正准备点头，然后就被他爹薅了回去。金南堤这个名字是你黄爷爷取的，其中的金字并不是代表金阳城，而是代表固若金汤，表达了你黄爷爷对这个工程的期望。南字也不是南方的意思，而是阐释出整个蓄水大坝的水流走向是朝着南面的，用以提醒蓄水堤坝以南的人们要多注意大坝的安全隐患问题。哼，懂了，拿我当错误案例呗。你行，你了不起。王爷，这些都是难民的孩子，他们原本的家就在这一片，因为是浅水区，所以官府没有强制驱赶，他们的父母也就在这附近。王爷，这里的水虽然浅，但是并不敢下排，四处往下是一大片竹林，若是放水灌溉，不仅竹林不保，竹林往下的农田也会淹没。往下排水肯定不行，得重新挖排水渠，做生水引。正说着话，前方不远处，一个正坐在木盆里划水的小男孩，手里的划水扫帚一个用力过猛，人直接从木盆里栽了下去，把人都吓了一跳。暗卫正要去救人，可是岸边一个小男孩的动作更快，直接跳到水里，抓住木盆男孩的衣领子，用力将人拖到岸边来。我都告诉过你了，你那大木盆是圆底的，吃水不平衡，根本就做不完，涉水也不干净，你要是喝出病来。我也告诉过你，我不要你救，我自己能起来，你别在这装很懂水的。你要是懂的话，你爹修的金南堤怎么会漏水呢？村里人都在说，就是金南堤漏水了，才导致我们被冲走的。王小兵，你和你爹都是罪人，要不是你们没把金南堤修好，就不会漏水，我娘就不会淹死。哼，都怪你。说着就捞起水面上的东西，开始砸那个叫王小兵的救人男孩。你们不要胡说，当初修堤坝的又不只是我爹，就算我爹有责任，也轮不到你们在这里指指点点。你们的命还是我爹救的呢。你爹就是个害人的泥水匠，你是个害人的小泥水匠。你爹就是个害人的泥水匠，你是个害人的小泥水匠。我家房子被冲垮都怪你，难怪你和你爹会被其他村民赶出来，因为你们呐都是害人精。我不是害人精。你还说不是？你和你爹都被其他村民赶出来了。你胡说，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。就这样，两个男孩就扭打在一起，你给我一拳，我踢你一腿。小男孩真是一种奇特的生物，为什么要突然嗷嗷叫的抱着滚来滚去？说是打架吧，可是他们手里连个刀都没有，就只是滚来滚去而已呢，好嫌弃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要揍死王小兵！两人吵着，然后被丢到九王爷面前来。工部驻金阳城的主事可找到了？如今连百姓都知道水灾的源头是金南堤，工部的人断然不敢于众怒之中冒头啊！明日就全城张贴告示，金南堤的第一负责人工部外郎尹足谦已于3日前午门斩首。工部驻金阳城的主干若是藏匿不出，一斩。是。两人说话间，房屋那头王兵带着几个同村的壮年男子回来了，看到儿子跪在九王爷面前，赶忙飞奔过来。草民见过王爷，不知犬子犯了。你参与了修建金南堤？回王爷的话，是。
随后，王兵便被安排到了马车旁问话。叶团团也从爹的身上滑下来，去了小马车里喝水。4年前，金南堤开工动土，工部的大官亲自下来指挥。王兵讲述着当年他们这一批泥水匠是如何被召集起来的。多谢小郡主的糖葫芦。啊，什么呀？这个小男孩在说什么奇怪的话呀？这个就是上回提着一篮子咕咕蛋的男孩子。啊，是谁呀？就是那个无能狂哭的男孩子。哦，是你呀。他们刚才为什么拿东西打你呀？因为他们觉得水灾有我爹的责任。我爹跟他们解释了，说堤坝若是底部坏了，就不可能连续泄洪好几天，而是应该一次性通过重力坝造成更大的破坏。若不是几个被我爹救过的叔叔站起来维护我和我爹，我们可能已经被打死了。啊，是有人说你爹爹不好吗？是，而且还扣上了害人命的泥水匠这样的称呼。那你凶他们了吗？王小兵惭愧地摇头。叶团团这边正在听一个复杂的故事，九王爷那边已经问完了。九王爷走过来，将小女儿抱起来，翻身上马往回走了。这金阳城的排水问题似乎不只是工程的问题，还有政治问题。是啊，跟那小孩聊什么了？团团告诉他，下次打架要用刀哦。你是什么刁民制造机吗？爹，是我错了。发生了什么啊？刚才小郡主说，他爹爹虽然偶尔是个大笨蛋，但是他从不会嫌弃爹爹，因为他爹爹会永远保护他。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应该永远相信你。儿子，你一定努力读书，努力上进，脱离平民阶层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吗？不，王爷说百姓太苦了，他们需要发泄情绪，并不是真的想伤人，而没有考虑到百姓的情绪是朝廷的问题。所以我这一身的伤不算是百姓打的，算是朝廷打的。那和我读书上进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爹发现博学多才的男人是真的帅，而且是那种男人想要追随的帅。可我觉得小郡主说话的时候，眼里那种闪亮亮的坚定，才让人想追随。胡说什么？那可是郡主。我说的是追随帐下的那种追随。小郡主是女孩子，又不能当官，怎么追随于帐下？爹，我们还能回去平江城吗？能，明日就能。翌日，天才蒙蒙亮，平江城的城内城外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官府的告示。告示的内容是，金南地的第一负责人工部外郎尹足谦已于3日前午门斩首，灾后朝廷必彻查大灾原因，给百姓交代，还大处清明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小宿主已经知道主动操心主线任务了吗？哎呀，真是好乖啊！仔仔，没事儿的，虽然任务很难，但是强制任务都是会有任务指引的，不担心哈。这些过去的时间都没有意义。应该是都没有意义吧。仔仔，任务的时间其实没有救花种子的日子根本
本没有秘密。仔仔，是意不是腻。等等，小宿主说什么来着？说没有绣花肘子就……哎呀，就说小宿主突然这么上进，好奇怪来着。能让他这么上心的，果然只有吃。小郡主，绣花大娘找到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可属下没法把绣花大娘带出来。啊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只能等着积水被排空，然后才能救人出来。爹爹，爹爹！走了2步之后，小家伙突然记起来，爹爹不在客栈呢。是啊，团团要飞去找爹爹哦。是。扣，有人吗？团团可以进来吗？爹爹，团团想着绣花大肘子呢。不是一直都想吃吗？为什么今天要专门说呀？一旁的白姬听完暗卫司的汇报之后，赶紧凑到王爷跟前，把暗卫找到绣花大娘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九王爷了然的点头。你不是想知道多久才能吃上绣花肘子吗？正好，今天说的就是这个事情。你问问这些大人，排水需要几天？要几天呢？回小郡主，等到做完生水渠就可以彻底排水，大约是4天。啊，4天？这么久的吗？2天哦。小郡主，下官说的是4天。可是本团团说的是2天哦。2天若是不行的话，那就……王爷爷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对，记起来了，那就提头来见哦。一屋子的人听到那句提头来见之后，便立刻出去做事了，一刻都不敢耽误，甚至知道自己晚上也没得睡了，而且极有可能拉屎都要卡着时间。爹爹，等绣花大娘出来了，团团要吃3天3夜的绣花大肘子哦。爹爹，等绣花大娘出来了，团团要吃3天3夜的绣花大肘子哦。你的小肚子装不下，那就用爹爹的肚肚装哦。你吃的东西怎么会进本王的肚子？小女孩的思维真是好奇怪。那团团去找明叔叔借肚肚。找你明叔也没有用。啊？什么没用？我最有用了。那老板说这是奶蹄子味道的，尝尝好不好吃？明夫妇，团团小肚肚要是装不下的话，能不能装到你的肚肚里呀？当然可以了。这傻叉在说什么？要怎么装啊？你又要说本王是大笨蛋了？团团没有这么说哦。这还差不多，哪有说父王是笨蛋的？真是没大没小。爹爹只不过是个笨笨的男孩子罢了。江南必须有你一顿打。九王爷脸色一黑，伸手就要把娃抓过来揍一顿。好在明寨主早有准备，才笑到一半，抱起小乖乖就跑。